魔王为了保护现女友，竟然手刃前女友。谢利亚被涅法肯斯打晕之后，就梦到了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这座战术都市就出现了虚兽君主，父亲让他跟着雷吉娜一起去避难，但是谢利亚也想跟着父亲战斗。父亲表示他还没有觉醒圣剑，不能上战场，又给他讲了以前为他讲过的坏魔王的故事。父亲觉得那个故事多半是真的，不过到了关键时刻，传说中的魔王就会出现在这个世界，打倒虚兽。再次睁开眼睛后，谢利亚看到了自己面前出现了3个背影，这3人正是雷欧之前给他的那3个骷髅头所化。涅法肯斯对此也有些惊讶，便直接送了他们第6阶梯魔术。千钧一发之际，雷欧及时赶到，直接一发火球术射了出去，没想到对涅法肯斯造不成丝毫伤害。在他的强大威压下，那些火焰迅速消散。看到那张脸，雷欧愣在原地，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而对方已经向他发起了攻击，抬手就放出了火焰。好在雷欧及时清醒，挥起法杖放水抵挡，紧接着水又凝结成了冰。涅法肯斯感到不可思议，这人是谁？竟然击败了我的咒弹！看来他并没有认出雷欧的身份。雷欧刚想问涅法肯斯究竟有什么目的，地面就突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涅法肯斯仰天大笑，宣布圣女提亚雷斯作为女神的容器复活成功了。听到圣女和女神这2个词，雷欧更是一头雾水。在他沉睡的这1000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涅法肯斯并不打算告诉他，只留下一句：无论你们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被女神毁灭的命运，就消失在了众人面前。在前世的时候，雷欧就曾见过涅法肯斯，那时的他是异界魔神的心腹大将，8魔王会谈上来过几次。而现在的雷欧只想知道他口中的女神是否是罗杰利亚。思忖间，面前的建筑突然裂开，上空突然浮现出了神圣教团的印记。教团是人类曾经归顺诸神的证据，与圣女提亚雷斯关系密切。但现在来不及多想，众人只能先远离建筑，离得远了才看清有一个巨大的虚兽正在从建筑中站起来。这就是骑士长之前说过的虚兽君主。伴随着君主起身的还有神圣教团的圣赞歌，那般容颜正是雷欧前世所熟知的圣女提亚雷斯。为什么她会变成这副模样？这时雷吉娜他们也看到了，都市中央出现了很多虚兽和类似虚兽君主的东西。已经变成了半人半蛇怪物的提亚雷斯正在不断向前移动，背后的天空被开了许多洞，里面源源不断飞出来密密麻麻的虚兽。光是这些虚兽就难以应付了，根本就不是他们几个学生能解决的。菲涅立刻给圣剑学院发了求助信息，只是在那之前，他们需要先挺过这波袭击。说话间，已经有虚兽闯进了这里，几人不得已召唤圣剑开始战斗。被放置在一边的亚路莱有些挫败，他能感受到女神复活了。打了一会儿之后，所有人都发现了不对劲儿，这些虚兽被破坏后竟然能够迅速恢复如初，就像打不死一样。面对这种怪物，他们无计可施。还是雷欧最先发现他们的弱点是头部，只要击溃头部就无法再生了。因为提亚雷斯作为圣女可以复活亡者，看来化为虚兽后依然拥有治愈的能力。他一直在向雷欧那边走去，雷欧便直接迎了上去。毕竟一直打小怪怎么也打不完，不如先解决提亚雷斯这个罪魁祸首。他举起魔杖开始吟唱咒语，一团巨大的光球迅速向提亚雷斯飞去，凡是触碰到光球的部位都被烈火焚烧。很快光球就完全笼罩了复活的圣女。然而等光球消散之后，圣女又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没有受到丝毫损伤。要知道那可是第10阶梯的魔术。就在这时，提亚雷斯周围突然出现了几个法阵，雷欧直呼不妙，立刻在自己面前撑起屏障，抵挡那些法阵中源源不断涌出来的火球，连天空都被染红了。毕竟这可是比雷欧刚刚放出的超位魔术更为高阶的魔术，第11阶梯的广域歼灭魔术天星神罚。没见过这么拉的魔王，每次战斗都要让老婆保护自己。眼看自己的第10阶梯魔术对圣女毫无作用，他只好再一次让谢利亚掩护自己。谢利亚划破手变身吸血鬼女王，3只骷髅勇士也在一旁协助，他们将靠近雷欧的虚兽尽数打倒。雷欧则趁机飞到了圣女面前，缓缓抽出魔剑，念动咒语，刚准备像以往那样用力劈砍下去，魔剑却反抗了他的命令。就是在这时候，雷欧察觉到了不对劲儿，面前提亚雷斯的身体里竟然出现了罗杰利亚的声音。
罗杰利亚质问他，你想用它来斩断我吗？你不能这么做。为什么自己最爱的女神会变成这副模样？雷欧无法接受现实，还是挥着剑砍了下去。女神的面前出现了金色法阵打下魔剑的攻击，紧接着体内涌出无数利剑，漫天剑雨飞射而下。陷入阵间的雷欧直接忘记了抵抗，被一支剑贯穿身体坠落了下去。谢利亚急切地想要下去查看他的伤势，却发现虚兽君主的上空出现了更多法阵。不行，他必须要阻止这只虚兽。谢利亚当即换上了新装备，一剑挥过去，斩断了女神的尾巴。女神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三位骷髅勇士也抵挡了其他的虚兽。谢利亚终于落到了雷欧身前，雷欧此时却回想起了一段被封印的记忆。当时他和罗杰利亚的那段对话还有后续，在答应过罗杰利亚一定会找到他之后，罗杰利亚却希望雷欧再答应自己另一件事，如果1000年后他变得不再是自己，希望雷欧能够用这把魔剑杀了他。原来罗杰利亚早就预见了这种未来吗？这样的话，雷欧转生还有什么意义？他放任谢利亚吸自己的血，想要最起码把这位被自己连累的眷属安全送出去，可谢利亚却毫不犹豫用恢复的魔力为他治疗。雷欧的回忆还在继续，当时的他果断拒绝了女神，罗杰利亚便不再强求，只是希望他到时候一定要想起自己的请求和他的使命，然后找到真正的叛逆女神罗杰利亚，而他赐予他的魔剑必定会为他指引命运。回忆结束后，雷欧也明白了过来，面前这个借圣女提亚雷斯的身体复活的罗杰利亚并不是真正的罗杰利亚。既然如此，那他就必须杀死这个虚假的女神，绝不允许罗杰利亚被玷污。谢利亚将自己的血又分给了雷欧，现在他的伤口已经堵住了，他又借了谢利亚礼服的一角为自己修补衣服，然后再一次请求他借自己一臂之力。不过经历刚刚的战斗，他的魔力已经有些不够了，魔剑也只能勉强再用一次。就在这时，骑士团的灵魂突然出现，他们知道雷欧可以用魔术将他们的灵魂化为力量，如果光靠他们不够的话，再加上城市里死去之人的灵魂，大家都希望能够报仇雪恨，心甘情愿奉献自己残存的灵魂。雷欧受到触动，当即保证自己一定会实现他们的愿望。他念起了咒语，同时举起那把魔剑，一个红色光球缓缓升起，将这座城市的所有灵魂全部吸收，却保留了骑士团。雷欧表示还有更适合他们的角色，然后召唤出了骑士团已经腐朽的肉体，肉体与灵魂合二为一，现在的他们就是拥有自主意识的不死者。雷欧将他们全部纳入谢利亚麾下，由他们争取时间，让自己将力量集中在魔剑上。在此期间，他会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所以一定不能让虚兽靠近，这相当于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了谢利亚。谢利亚不想辜负雷欧的信任，举起他的圣剑，幻化出数把长枪，尽数分给自己的新部下们，大家一起冲锋陷阵。另一边，菲涅他们也找到了还能用的摩托车，准备前去跟谢利亚会合。亚路莱立刻跟了上去，想让他们把自己带上。大家担心他的伤势，想让他留在这里休养。结果亚路莱一剑就消灭了一只虚兽，展示自己的实力。他告诉他们自己必须消灭那些东西，就用这把弑杀魔王之剑。小野感受到了他的觉悟，主动开口请求菲涅学姐带上亚路莱一起去。既然如此，菲涅也没有拒绝的理由。换上了新装备的谢利亚究竟有多厉害？几乎一剑就能砍死一头虚兽，哪怕天空中的虚兽数量极为庞大，也无法靠近雷欧分毫。而雷欧正在聚集城市内的灵魂。就在这时，谢利亚突然被一只虚兽从背后偷袭，幸好骷髅勇士及时接住了他，另一位骷髅勇士则挥剑替他报了仇，提醒他就算实力大涨也不能大意。谢利亚心里清楚，但是雷欧都把生命托付给他了，他自然也要用生命去保护他。眼看雷欧就要将灵魂聚集完毕了，圣女却仿佛察觉到了他的想法，不仅站了起来，还幻化出更多的法阵。那些法阵缓缓转换方向，对准的目标正是他们这些人。紧接着无数炮弹从里面飞射而下，战场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好在谢利亚及时用力量护住他们，飞到了上空。与此同时，学姐几人也正在往这边赶来，夏利也依旧尽职尽责地暗中保护他们，确保他们一路畅通无阻。终于，雷欧的那团魔力化成了一轮血月，圣女也打算再一次使用广域歼灭魔术，雷欧自然不可能让他得逞，
举起魔剑将血月的力量尽数吸收。没想到少女改换了攻击方式，竟然拔起了一栋大楼。谢利亚见状，立刻冲上去挥剑将大楼斩碎，为雷欧扫除一切障碍。雷欧也终于将力量汇聚，然而正准备劈砍下去的时候，少女面前竟然出现了上级神圣防护。突破这层防护之后，魔剑的杀伤力肯定就不够了。可雷欧别无选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亚洛莱竟然也举起了手中的剑，和硝烟一起向那道屏障发起进攻，竟然真的将屏障击碎，甚至贯穿了女神的身体。雷欧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意识到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立刻将魔剑挥向女神。这次那个罗杰利亚的声音说什么都不管用了，他杀意已决。最终一道刺眼的白光笼罩了女神的庞大身躯。看到这一幕，谢利亚突然想起了父亲小时候给自己讲的童话故事，说魔王会现身于世，打倒虚兽。难道雷欧就是传说中的魔王吗？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骑士们向大小姐告别，他们要去谢利亚的父母和姐姐那里了，而他们家族的使命只能交给谢利亚来完成。谢利亚目送他们离去，紧接着雷吉那几人也赶了过来。雷欧立刻将不死者们全部收了回去，大家安全团聚。圣剑学院的支援也到达了。此时的亚路莱因为魔力透支已经晕了过去，雷欧却还是认出了他，知道是这位妖精勇者打破了神圣防护。只是为什么妖精勇者会出现在这个时代呢？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不解，可惜也只能等亚路莱醒来再向他寻求答案了。回去之后，雷欧召唤出了布莱卡斯和夏利，告诉了他们涅法肯斯一手策划提亚雷斯复活的事情。现在他们要改换目标了，先抓住涅法肯斯问个清楚再说，又让夏利时刻关注亚洛莱的动向。夏利应下之后，暗示雷欧自己也想要一件新礼服，但是他们的魔王大人是个钢铁直男。就在这时，谢利亚的声音传来，这个大姐姐又不穿衣服来找小正太，而且目的还是吸血，毕竟之前耗费了太多魔力。雷欧作为主人，也只能任由眷属为所欲为。得到允许后，谢利亚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房间里传来了他们愉悦的声音。而今后，雷欧还将在这里继续调查那些未知的事情，继续寻找他的叛逆女神罗杰利亚。